之前我做过弹珠台，我那时候就在想要做美式还是台式，想了很久，我觉得乐高有一天一定会出这种美式弹珠台，所以我才选择了台式。结果，长钱，没看过这集的可以先去看这集，是我花了好几个夜晚设计的弹珠台。零件包、说明书一本、贴纸。其实我最喜欢盒组里面有贴纸，因为如果没有贴纸，这个图片就会直接印刷在零件上面。那这个印刷过的零件未来就很难用在创作上，所以我喜欢贴纸。没想到第一包一开始就拼了一只人偶，但他没说要干嘛的。前3包拼的是底座，超级坚固，用了各种转向砖固定转角。翻过来还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，设计师用了软塑胶零件装在底部，之后玩的时候可以指滑，不会滑来滑去，这就是它的指滑效果。官方与我之前设计的大小差不多。往后下班快到家了，我先去煮晚餐。我昨天晚上拼了这2个部分，我觉得很酷，它有一些机关，推进去转动齿轮。放掉的时候，避震器零件会往回推。这个避震器零件，我的弹珠台也有使用，我是用在拉杆。我创作的是用这种避震器。要把球弹出去这件事，我翻出了躺在柜子快10年的避震器零件。那官方的这次呢，它使用这种，我是没看过啦，这应该是新零件吧。我后来查了一下，它是2024年出的新型避震器，然后它一样可以这样弹，但尺寸大一点。然后这是它拉把的设计，就是这样子就可以发射了，很简单。这里我就有点生气了，我之前用这个旧的避震器在那边零件转来转去才有那个效果，然后现在直接用一个新的零件直接取代掉。乐高设计就是这样，你以为你做了一个很厉害的设计，但没想到官方会直接发明新零件。这里的贴纸我就不贴了，也许之后会拆掉做成别的作品。不得不说这个拉杆很顺手。这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透明零件，看起来是要做成弹珠台的按钮。这会动欸，这样可以拼吗？哦，可以欸。拼到第11包有一个这个结构，我很纳闷它是干嘛的。这零件最有印象的就是拿来做电梯，大家可以猜猜看这个到底要干嘛。接着一连串的科技零件，其中有一个绿色齿轮，它是单向齿轮，所以不要装反。拼的过程我觉得小图案很麻烦，因为很多很小的薄板要拼，但拼完觉得真的蛮可爱的。第12包，
哇塞，一堆新零件就算了，还有一个新的紫色是怎么回事？我其实没看过这盒的任何资讯，想说让自己有个惊喜感。就在我思考这些结构的时候，往后又下班了。这里我又发现了一个新零件，它是2层高度的弧形壁板。我的台式弹珠台是用弧形砖，但都能达到一样的效果。旋转这个我之前有用过螺旋桨，然后它会有球刚好卡在这边，然后不会动的状态，所以我不知道官方设计的会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反正官方的玩法呢，就是球放在这边，然后把它弹上去，它就会端，然后打到这个之后呢，你就按这个把球打上去，重点是要打到这个陨石。撞陨石后面的太空人就会往右移一点点，然后慢慢去接他的小孩。结果这个是用在计算得分的功能，大家有猜对吗？拼完之后，官方的真的大蛮多的，而且非常的商业，就是你一看到就会喜欢。说真的，我这次非常喜欢它的配色跟造型，非常有80年代的感觉，尤其是这个透明荧光绿的零件。球的部分，我之前是用这个2格宽的足球零件，但它里面其实是空心的，我觉得重量不够，有时候再玩一玩，它会卡住。乐高可能有想到这个问题，所以它出了一个实心的球，比较大颗，它比较重。这是什么运气？可能是我自己也有设计过弹珠台，所以在玩官方的这组就可以想象，它一定有很多东西是很想做，但没有办法做出来，做了很多取舍。毕竟这个已经不是在设计乐高的造型，比如说像盖一栋房子，还包含了要设计一款游戏。好啊，都不要接小孩回家，你就站在这个家长接送区一辈子吧。